你知道全世界第一支直立式折叠萤幕手机是谁做的吗？不是三星，也不是华为，其实是 Motorola。它在三星上市第一款大折叠机 Galaxy Fold 没多久之后，就推出 Razr 这台小折机，后续也持续推出很多代。这次要聊的主角就是近期推出全新一代 Moto 小折机 Razr 60 Ultra。对某些人来说，这个名字可能唤起满满的回忆。Motorola 对于5、6年级生来说，应该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。熟悉的是，当年它可是跟 Nokia 一样，在功能手机界呼风唤雨的霸主。陌生的是，智慧型手机时代刚开始那几年，它就突然消失在主流视野中。不过这几年 Motorola 逐渐东山再起，在2024年全球手机销量还是前10名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更惊人的是，根据市调机构 IDC 公布的数据 ，Motorola 在2024年第4季以高达44.5%的全球市占率，稳居直立式折叠手机市场的龙头。也就是说，全球每卖出2只小折机，就有1只是 Motorola， 这个真的很猛哦。所以这次新推出的 Razr 60系列当然备受期待，而且还找来了嘻哈男神瘦子担任品牌代言人。大家应该知道能请得起代言人，代表什么吧？代表卖得很好。好啦，前面废话那么多，大家应该想赶快看一下介绍吧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Razr 60 Ultra 实测吧。如果你是那种去咖啡厅光是要点饮料就要犹豫半个小时的人哦，那挑 Razr 60 Ultra 的颜色绝对会有选择障碍。这次 Motorola 一口气推出了3种 Pantone 认证配色，每一种都不是走安全牌哦。夸张的是，连颜色的名字都很难念，毕竟是 Pantone 的认证配色，就要用 Pantone 的命名，像是山路中、圣甲虫绿这2个应该算是比较好记的，还有我永远都记不起来的这个叫做卡巴莱粉红。最夸张的是，不同颜色还搭配不同的背盖材质。山路中搭配的是木纹材质，摸起来真的就是木头哦，有木纹的感觉。卡巴莱粉红呢是缎面材质，触感也不错。那我最喜欢的就是用 Alcantara 的麂皮的圣甲虫绿，触感真的很柔软啊，就很像车内的那种麂皮那种感觉。Razr 60 Ultra 不只有外表好看，骨子里也算很硬派的。转轴结构使用钛合金，还通过80万次的折叠测试。内萤幕呢则是换上更坚固的超薄玻璃，视觉上看起来折痕真的非常浅。外层封面萤幕采用 Corning Gorilla Glass Ceramic， 也就是所谓的陶瓷玻璃，再加上 IP48 的防尘防水认证，不止下雨也不怕，连掉到泥巴水里面都不用担心。另外也支援湿手触控功能，洗完手都能操作萤幕。Razr 60 Ultra 搭载4寸的 LTPO PMOLED 外萤幕，更新率高达165赫兹，解析度呢是1272×1080。流畅度跟细致度都非常的好，而且这是我目前测试过的小折机中外萤幕最好用的一台手机。操作跟功能几乎跟内萤幕相同，也支援所有的内萤幕可以用的 App。当然要回讯息看照片，甚至用 Gemini 问问题，或是用语音输入通通搞定哦，连听音乐、玩小游戏都可以。那内萤幕部分呢，搭配7寸的 Full HD Plus LTPO AMOLED 显示器，峰值亮度高达4500 nits， 阳光下其实还蛮清楚的哦，可以清楚的浏览。更重要的是，像前面说的，折痕非常的浅，使用上跟一般的手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哦。那效能部分 ，Razr 60 Ultra 这次是使用的旗舰级的处理器了哦，是使用高通 Snapdragon X Elite 处理器，搭配最高16GB 的记忆体，还有512GB 的储存空间，还有搭载记忆体扩增技术，可以把16GB 的储存空间转为虚拟记忆体。跑分部分，安兔兔跑出228万分 ，Geekbench 6单核是2795，多核是8515分 ，3D Mark 也有超过6300分的表现。整个算起来是算蛮流畅的啦，玩游戏什么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。电池部分也让人安心哦，内建4700毫安时的电池电量 ，PC Mark 实测可以撑过16个小时，续航力在小折机中算是非常出色，还支援68瓦有线快充、30瓦无线充电，甚至还有5瓦反向充电功能，出门在外临时帮耳机补一下电也 OK 的。Razr 60 Ultra 这次搭载的 Moto AI 不只是进化，而且是直接变聪明的。现在只要把手机放成直立或是帐篷模式，然后看一眼，它就会自动感应你的视线，直接开启 Look and Talk 模式，让你不用用手动输入，看一眼直接讲话就可以问 AI 问题。不过有个小缺憾，就是说它听得懂中文，但不会讲中文。
希望这个中文部分呢，日后有机会加入啊。不过他用英文回应也是还蛮准确的，用起来如何呢？实测给大家看。请问今年的上海车展，宾士推出什么概念车？Mercedes-Benz unveiled 2 concept cars at the 2025 Shanghai Auto Show, the all-electric long-wheelbase CLA and the Vision V, a luxury MPV. 说真的，这应该比很多人的男朋友、女朋友都还贴心，至少他不会把你的话当成空气哦。虽然反应的部分要取决于网络速度，并没有办法太快，但答案其实是非常正确的。另外还有超有趣的 Image Studio 功能，只要输入文字或是画个草图，就能让 AI 帮你生成图片、贴纸，甚至虚拟人偶。那实测随便画一只鸟，它就会产生超精美的图片给你，真的还蛮有趣的。Motorola 这次也跟 Perplexity AI 合作，把它的搜寻跟摘要能力整合进 Moto AI， 也可以从设定中预设要使用哪一种的数位助理应用程式。Razr 60 Ultra 采用双镜头设计，分别为5000万像素的 f1.8 主镜头搭配5000万像素 f2.0 的超广角镜头。超广角镜头还支援微距功能，要近拍小东西时，其实算好用的哦。这次在拍摄模式中比较特别的是，多了 Moto 色彩样式，在相机界面中点选上方3颗星星的选项，就可以切换自然色彩或是 Moto 色彩。Moto 色彩会让整体的照片看起来比较明亮的感觉，暗部的部分也会稍微调亮一些哦。跟原本自然色调的相片比起来，比较符合网路人的喜好吧。超广角镜头的变形校正做得还不错，边角的画质稍微有些减损，但是还是看得出细节。虽然说发射跟主镜头略微不同啊，但色调也算是蛮好看。而且镜头的广角等效焦距是12mm，算是目前智慧型手机中数1数2广的广角镜。主镜头的发射表现其实是很讨喜的，色彩算是自然中偏鲜艳的那种类型，但又不会鲜艳到太过头，不需要太多后置修图就很好看。锐利度控制的也还算蛮不错的，可以让细节更凸显，但又不会锐化的太过头。那主镜头部分呢，有支援2倍的无损变焦，这焦段拍摄的画质也还不错，用来拍摄实物也比较不会有影子哦。话说啊，小折机用来拍倒影或是自拍真的很好用啊。只要用帐篷模式放在地上，就很容易可以看到构图并拍摄。Razr 60 Ultra 也有人像模式，而且提供了2335、50mm 等实用的人像拍摄焦距搭配还蛮自然的散景效果，拍起来我觉得还不错。拍人的时候可以启用外萤幕的预览功能，让被拍的人自己摆 pose， 才不会被嫌说，你怎么每次都拍那么烂哦。Razr 60 Ultra 也具备微距模式开启微距之后，靠近被摄物大概4到10公分就可以拍摄，很适合用来拍小东西或是花花草草之类的题材。那录影的部分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是小折叠，所以它可以有 V8 的手持模式折成 L 型之后呢，就可以用比较稳定的方式手持。这时候画面会分成操作界面跟预览界面，只要单手点击操作的画面就会拍摄或是停止，也能用滑动来做变焦。另外一个有趣的功能是，大家可以试试看把它夹在衣领上或是说你的口袋里面，它就会变成第一人称的拍摄模式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大家可以玩玩看。整体来说 ，Motorola Razr 60从外形设计到使用的封面萤幕，从旗舰的效能、实用的 AI 功能到好拍的相机这台小折机可以说算是内外兼具吧，还有潮流跟实力并存。如果你本来就对折叠机还在观望，那 Razr 60 Ultra 或许就是你可以跨出第一步的好选择。以上就是关于 Motorola Razr 60 Ultra 的实测介绍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 Play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